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71.32，收盘价是276.04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6.70，最低价是在270.4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77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6 倍，略有量缩。KD 值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。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增强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突破横盘的上涨中。我们会看到9月11日这根 K 线是突破，那接下来呢，股价是在横盘中。那这个小绿 K 线出现了横盘后的上涨，但是并没有突破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但是呢，没有超过9月12日这根倒垂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并没有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样一个小绿 K 线呢，我们依然把它判定为是一个横盘的现象。那既然出现横盘，我们还会看到下方出现的成交量是略有量缩，那也就说明后续股价会要选择方向，也就是这样的 K 线继续是一个休息的 K 线。那这些信息预示着后续股价如果没有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呢，我们要小心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因为目前的一个走势是价涨，然后我们会看到成交量是缩，价涨量缩通常是要有回档的表现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80。另外一个方向是我们给的收盘价是在264，会出现回档，它们都是带有条件的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70附近。实际在9月14日收盘价是在276.04，出现了上涨。那我们预测的上涨和实际发生的上涨呢，不仅是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多，性质也完全不同。那我们预测的上涨呢，收盘价会超过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来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，而实际的收盘价呢，只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并没有瓦解9月12日的这根止涨的信号 K 线。好，那既然股价目前依然是上行的走势呢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9月1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，
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99.29，因为站上这个目标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好，那恢复多头趋势之后，那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那我们给出第二个目标就是314，314呢是前高，它呢只是一个压力位。好，那么我们上行先给出这两个目标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行。股价如果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2，也就是前低是9月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那跌破它的目的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。然后第二个目标是228，那跌破228啊，我们说是股价如果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之后，228它只是一个支撑位，那真正股价下行的目标是前低212，212如果被跌破呢，我们会看到它将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也就是恢复空头趋势，下方会出现低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上行和下行目标的分析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5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那在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是这根止涨信号 K 线的最低。我们说在9月14日，如果股价在前低上方运行，一定会收高。这是我们对前面给的观察位的回顾。那对于9月15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72这个位置。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272。我们来说一下理由，为什么要关注272？它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因为目前股价出现的是价涨量缩，所以呢，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而在盘中，我们关注它的目的就是说，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高，或者是继续出现横盘。但如果股价在272下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收低而出现一个回档的 K 线，这是我们关注272的理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分别是在8月29日收盘价257和9月11日的收盘价273，分别有5%和10%的进场和加仓。然后呢，在9月14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在256，是这个缺口的下沿。那当然股价目前是上行走势，那这样的一个仓位是继续持有的。那对于9月14日收盘价276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认为在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，或者说是在这个位置建仓的。虽然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高，但是呢，缺少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成交量是量缩，或者它是一个很小的量缩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量平。那价涨量缩或者是价涨量平都不是进场的指标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位置是技术上是不可以加仓或者是进场的。
那好，那这样15%的仓位在9月15日会继续持有啊。我们先说一下成本价，这15%的成本价是在267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到9月15日，我们要依然给出的止损位是256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下沿。好，目前呢这个仓位已经是获利，如果是停利呢，那股价一旦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，可以停利出场。当然，这个利润是很低的。好，那么这样的仓位获利的目标，我们之前给过，就是一个是上方的趋势线，还有就是缺口的中线285，还有就是上方的300。这些都是这样一个多头仓位的获利位置。我们指的获利位置不是到这个位置而出场，而是这3个位置股价是很容易出现遇压而反转向下的。所以说，在这3个位置附近，如果仓位获利，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获利出场。对，好，这是技术上的多头仓位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目前股价的这个位置276，一直到上方300关口，一直到上方的300关口，在这个区域内，只要股价上行，会不断有空头力量的加入。其中比较关键的位置就是285和300关口，这是空头的回补位。那么在这个区域建仓的空头，他们的目标就是跌破20日均线值。20日均线值在9月15日是在25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下方的24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。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在277附近到278，也就是这个止涨信号 K 线的最高。当然也是当日 K 线和这个下行趋势线的交点也是在这个附近。这是第一个压力。第二个压力是281到289，是这个缺口，其中285是强压力。那第三个压力位是299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71到272之间。第二个支撑呢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61附近。我们把它和下方的缺口合并，是从256.5到261。第三个支撑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，在250附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是给出2个方向。那第一个方向，股价会出现补量上涨。如果出现补量上涨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小幅的叫做低开盘。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6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8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83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6的，
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出现这样一个补量的上涨。那另外一个方向呢，是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下方会到达264，在这个位置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7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65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6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那如果股价既不出现补量的上涨，也不出现也就是回档，那我们认为在9月15日股价会出现横盘，甚至是平盘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280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73.5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75附近。那么出现这样一个横盘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3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横盘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